赫尔松闪电战，乌军突袭第聂伯河，俄军防线全线崩溃。红军村激战升级，乌军反击收复北部阵地。乌情报总局深入俄境3000公里，定点清除误查屠杀军官。普京突称红军村将暂时停火，乌方怒斥谎言战术。重磅：法国确认向乌克兰提供阵风战机，乌军空海实力全面跃升。欧盟拟全面封禁俄罗斯媒体，对峙蔓延至舆论战场。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10月23日拂晓，第聂伯河上水雾未散，一支乌克兰特种部队的橡皮艇悄然划出河岸。还未等俄军哨兵察觉，激光瞄准的红点已落在前沿哨所上空，这场被称为赫尔松闪电的突击战就此打响。到当晚，乌克兰总参谋部正式宣布，乌军成功夺回赫尔松造船厂及隔离岛核心区域，摧毁俄军坦克50辆、装甲车32辆，击落无人机47架。同时，精确打击俄军第聂伯河集团军前线指挥部，造成副司令及以下12名军官阵亡。乌军的胜利并非偶然。战斗前72小时，情报部门通过西方卫星监控与前线侦察小组的潜伏行动，掌握了俄军装甲集群的部署。截获的通讯记录显示，俄军后勤一度告急，油罐车被无人机摧毁，坦克连燃料仅剩3成。这份情报促使乌军临时调整作战方案，先切断补给，再重击主力。拂晓5时，米格29战机掠过低空，投下 AOSM-250 制导炸弹，精准命中俄军指挥所。钢筋混凝土在爆炸中被撕裂，火光映红第聂伯河两岸。与此同时 ，FPV 无人机群蜂拥而上，专攻坦克炮塔与发动机等薄弱部位。10辆 T-90在烈焰中殉爆。趁着混乱，乌克兰特种部队强行渡河，拔除12个俄军前哨阵地，彻底切断退路。乌军随后发动多点放血式打击，在梅利托波尔机场摧毁俄军苏25攻击机3架，并以舟桥部队封锁第聂伯河左岸布给线。俄军通讯频道中传出抱怨，命令我们反击，但连反坦克导弹都供应不上，部分士兵拒绝重返阵地，前线指挥体系陷入混乱。军事专家指出，这场赫尔松闪电战对南部战线产生了深远影响。乌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距离克里米亚仅80公里，彻底扭转了此前被动的局势。50辆坦克的损失几乎摧毁了俄军赫尔松方向40%的装甲力量，短期内难以补充。而在士气层面，俄军内部频道赫尔松浣熊也罕见承认防线全面崩溃，士兵逃亡率上升37%。乌军缴获的俄军文件还揭露出一个惊人的细节：俄军原计划在1周内发起收复赫尔松的总攻，以打通敖德萨走廊，如今彻底化为泡影。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第聂伯河的潮水正在流向胜利。战地记者传回的视频画面令人震撼，赫尔松街头的俄军坦克残骸仍在冒烟，车体布满弹孔。一名乌军士兵举着缴获的笔记本对镜头说，这是俄军连长的计划本，上面写着10月25日攻占敖德萨。而在造船厂大楼的屋顶，乌克兰国旗在硝烟中重新升起，楼下的民众挥舞国旗，高喊口号，那一刻的欢呼是漫长战争中最炽热的信号。目前，俄军已退至第聂伯河东岸，仍以火炮轰击乌军阵地，但缺乏装甲掩护的炮击已无力扭转战局。随着赫尔松战线全面崩塌，尼古拉耶夫与敖德萨方向的俄军恐将迎来新一轮反击。南线格局的重塑正在悄然展开。俄乌前线的战况再次迎来关键变化，乌克兰军队在持续的巷战中成功收复并清理了红军村北部的部分区域，而俄军先前插上的旗帜仅维持了1小时便被乌军摧毁。据 Deep State 等多家战地观察频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月29日18点，红军村的城市巷战仍在紧张进行中。乌克兰军队在北部与东部区域展开强力反击，重新夺回了部分阵地，
并俘虏了若干名俄军士兵。目前，乌军正在对这些区域进行彻底清理与巩固。不过，尽管取得局部进展，红军村的防守形势依旧严峻。俄军方面正不断尝试渗透突破，他们频繁派出由10人以下组成的小股突击队，试图在夜间突入乌军防线。这些渗透小组多数被乌军的 FPV 无人机精准清除，但俄军凭借庞大的兵力储备，依然能在持续冲锋中渗入部分城区。在红军村南部，乌克兰也设有稳固防线，俄军在此方向的进攻频率相对较低。整体来看，红军村大部分区域仍处于灰色地带，并未像俄方宣称的那样被完全控制。当天上午9点40分，俄军曾在红军村的某栋建筑顶部升起旗帜，企图制造占领成功的假象。然而，不到1个小时，这面旗帜就被乌克兰军队摧毁。在如此激烈而焦灼的战况下，这种象征性插旗行为并无实际意义。与此同时，乌克兰第7军也发布了关于红军村及周边地区的最新报告。根据情报，俄军目前在红军村周围集结约 2.7 万名士兵，配备100辆坦克、260辆装甲车及160门火炮，显示出其企图再次决战的意图。不过，乌军在城内的战斗方式明显不同。许多战斗由无人机主导完成，减少了人员伤亡，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俄军传统装甲力量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冬季临近，天气因素将成为新的变数。严寒与恶劣气候势必影响无人系统的性能，这可能削弱乌军无人机的作战效率。俄军似乎也深知这一点，近期在红军村及周边地区的进攻明显加剧，试图在极端天气到来前取得突破。然而，天气对双方都是同样的挑战。乌克兰同样可能利用气候变化，从外围地区打开新局，制造俄军防线的漏洞。可以预见，未来1周，红军村及周边的交火将进一步升级，成为整个东线战场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乌克兰情报总局的行动再次突破想象，他们深入俄罗斯腹地近3000公里，成功清除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俄国民卫队副上校温尼亚明·弗拉基米罗维奇·马热林。根据 RBC 新闻的报道，这起秘密行动发生在10月25日前后。乌克兰特工小组在极度隐蔽的情况下渗入俄罗斯克迈罗沃州，并在当地引爆了一辆汽车。当爆炸发生时，车内的马热林当场身亡，整辆车化为火球。马热林这个名字在乌克兰早已家喻户晓。生于1980年的他，是2022年入侵初期俄军攻打基辅的先头部队成员之一，更曾直接参与布查行动。那场震惊世界的人道主义惨剧使无数平民罹难，而马热林正是被点名的布查刽子手之一。乌克兰情报部门早在当年就将他列入黑名单，誓言要让其付出代价。尽管莫斯科方面始终否认布查事件的存在，但包括联合国人权观察等多家国际组织都认定那是一起严重的战争罪行。如今，乌克兰用自己的方式兑现了正义的承诺。乌克兰情报总局在行动结束后发表声明，证实此次任务由局长布达诺夫亲自批准和指挥。声明中写道，每一位参与屠杀乌克兰平民的罪犯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无论他逃到多远。更引人关注的是，这次行动的地点克迈罗沃州距离乌克兰边境约3000公里，那是俄罗斯的深腹地，几乎不可能成为敌对势力渗透的区域。这意味着乌克兰情报系统的触角已延伸至俄境最深处，他们具备了远程、精准、无声的渗透能力。此前，乌克兰的定点清除行动大多集中在东部备战地区，目标多是亲俄叛徒或地方军政官员。而这次行动的成功，标志着乌克兰情报体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前线，而是能够直接在俄罗斯境内执行高风险的暗杀任务。与此同时，乌克兰安全局 SBU 也在南部前线发起同步打击。在扎波罗热地区， SBU 与乌军边防旅联手摧毁了俄军3套电子战系统。现场影像显示，俄方的通信车辆与控制设备燃起大火，爆炸后的烟柱从空中清晰可见。如果说布达诺夫领导的情报总局专注于清除人，
纳摩安全局局长马柳克率领的 SBU 则更侧重摧毁物，一个负责让罪犯消失，一个负责让俄军的装备化为灰烬。两条线并进，使得乌克兰在这场持久战中越来越像一把锋利无声的刀，正在悄然划开俄罗斯的防线与心理防线。俄乌前线战事出现了令人意外的转折，俄方竟声称将在红军村方向暂时停火。然而，乌克兰方面对此毫不买账，认为这不过是克里姆林宫惯用的欺骗伎俩。据图片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2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曼德里克军事医院时公开表示，俄军已准备暂停在红军村和库皮扬斯克方向的军事行动。他甚至宣称将允许外国记者进入这两地，以亲眼见证乌军被包围的事实。与此同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也发布报告，称目前有超过1万名乌军士兵在这两个地区被包围。但乌克兰方面立即驳斥了这一说法。总统泽连斯基直言，这是莫斯科为了误导外界，尤其是美国而精心制造的假消息。更耐人寻味的是，仅在数日前，俄方媒体与军方频道所宣称的被包围乌军人数还是5000人，而如今这一数字突然翻倍，显示出俄方内部口径并不统一。俄方还强调将在10月底前彻底攻下红军村乃至整个顿巴斯地区。然而，类似的豪言早已屡屡出现，却从未真正兑现。客观而言，乌克兰军队在红军村和库皮扬斯克方向确实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俄军在这两个方向集结了强大的火力与人力资源，但截至目前，俄军并未完全控制红军村，战斗仍在激烈推进中。与此同时，在顿涅茨克的其他战场上，乌克兰方面传来了令人瞩目的战果。乌军利用无人系统迫使一支俄军部队正式投降，这是战争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根据现场画面显示，一架乌军轰炸无人机在对俄军阵地实施精确打击时，发现敌方窗口伸出了一块白布。随后，乌军又派出侦察无人机，通过实时引导，让这些俄军士兵一步步走向安全区域并接受投降。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乌军以无人机参与受降。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的地面机器人系统就曾首次完成了无人化受降仪式，创下战争史上的纪录。如今，无人技术的应用正让俄乌冲突的作战形态持续演变。另一方面，乌克兰夜袭克里米亚的行动也传出新的进展。据情报消息，10月29日晚，乌军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成功摧毁新菲罗波尔的油库设施，并击中俄军的铠甲 S2 防空系统及2座雷达站。从现场传来的影像中可以看到，新菲罗波尔的燃料库被大火彻底吞噬，夜空中升腾着浓厚的黑烟。除此之外，乌军无人机还深入俄罗斯本土，在布良斯克地区的 Novobryanskaya 变电站实施了精准打击，造成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停电。总体来看，俄乌冲突正在进入一个更复杂、更诡谲的阶段。普京的停火声明更像是一场舆论战，而非真正的战术调整。与此同时，乌克兰在无人战领域的突破正逐步改变前线力量的平衡。乌克兰空军与海军正步入一段前所未有的扩张与升级阶段，迎来多项重磅装备援助。最新传出的大消息来自法国，该国将正式向乌克兰提供阵风 Rafale 多用途战斗机。据《星期日报》10月29日报道，法国军工巨头达索公司已在当天正式宣布这一决定。目前，法国与乌克兰方面已经展开初步接触与谈判，虽然具体交付细节尚未披露，但这无疑是乌克兰空军史上的重要转折。事实上，早在此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已确认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并负责培训新一批乌克兰飞行员。而如今阵风战机的加入，代表着乌军将首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4代半主力战机，战力层级实现跨越式提升。与此同时，瑞典的鹰狮 JAS-39 Gripen 战机计划也在同步推进。泽连斯基在访问瑞典期间，双方已签署了采购意向书，乌方计划引进多达130架鹰狮战机。综合目前的采购与援助计划，
乌克兰空军的战机规模或将达到250架左右，一个足以重塑东欧空中格局的数字。与 F-16相比，鹰式战机在维护成本、起降灵活性以及战场适应性方面更符合乌军的需求。一旦全面部署完成，乌克兰空军将正式迈入4代机乃至4代半的时代。近期，乌军战机的活跃程度显著提升，几乎每隔2天，乌克兰空军的身影便会出现在前线战场，对俄军阵地进行精确打击。甚至在俄罗斯境内，包括库尔斯克等边境地区，也频频遭到乌军战机轰炸。不仅空军扩编迅速，乌克兰海军同样迎来了重要突破。不久前，乌方从瑞典与挪威接收了一批 CB-90 型快速战斗艇，这是一种被北约多国广泛使用的轻型高速突击艇，兼具巡逻、登陆与反突击作战能力。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接收约100艘 CB-90 军艇，正式组建起一支完整的现代化战斗艇编队。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的海军力量在北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协助下逐步重建。目前，这支重生的舰队已经能够在黑海执行高强度作战与巡逻任务。乌克兰海军时常对克里米亚目标发动突袭，而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则被迫大幅后撤，退回至本土海域。与此同时，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空中对峙也在不断加剧。就在昨日，波兰空军的2架米格29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一架俄军伊尔20侦察机。这一事件再次凸显出当前欧洲空域的紧张局势与潜在的危险升级。总的来看，乌克兰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自己的空海力量。从幻影到阵风，从鹰狮到 CB-90， 基辅正一步步将昔日被摧毁的军队重建成一支具备北约标准的现代化力量。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正持续扩大，从能源、金融一路延伸到舆论与信息领域。最新消息显示，欧盟正准备在媒体层面对俄罗斯施加前所未有的全面限制。据 Politico 报道，当地时间10月29日，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 Roberta Metsola 正在考虑禁止欧盟成员国境内访问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 Sputnik 和 RT 今日俄罗斯等主要媒体网站。这一倡议最早由拉脱维亚议员里哈德·科尔苏 Richards-Kos 提出，随后迅速获得欧洲多国议员的广泛支持。科尔苏强调，俄方利用媒体散播虚假信息，操纵舆论，干预民主进程，因此必须彻底切断其在欧洲的传播渠道。事实上，早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就对 RT 与卫星通讯社实施了制裁，限制其在欧盟内部的广播和内容传播。然而，部分俄方媒体网站仍能通过卫星或镜像方式访问，这让欧洲的信息防线存在漏洞。随着战争升级以及俄欧关系的全面恶化，欧盟内部普遍认为必须彻底封堵俄方媒体的影响力，以防其借舆论战削弱欧洲社会的团结。此次提案若获批准，将意味着俄罗斯的主要对外宣传平台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被正式封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卫星通讯社第一次遭遇国际封禁压力。就在今年6月，俄罗斯与其传统盟友亚塞拜然的关系骤然恶化，双方互相拘捕对方公民。亚塞拜然政府更直接查封了位于巴库的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办公室，并指控其记者从事间谍活动。此举震惊外界，也被视为俄国在中亚影响力衰退的又一信号。过去被视作后院的地区，如今正在加速摆脱莫斯科的控制。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社会矛盾也愈发尖锐。近期在鄂木斯克等地出现了多支自发组成的反移民治安团体，他们与来自中亚的劳工群体频繁发生冲突。更早些时候，莫斯科街头还曾爆发移民袭击当地民众的事件，显示俄国内部的民族紧张情绪正在上升。而在波罗的海方向，欧洲对俄的围堵行动同样升级。立陶宛政府宣布无限期关闭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通道，理由是白俄的氦气球多次非法飞入立陶宛领空，造成维尔纽斯国际机场的航班延误。目前仅允许特定人员和紧急运输车辆过境，这项措施实际上也被外界视为西方对俄阵营施压的一部分。在更宏观的层面上，
欧洲与俄罗斯的对峙正在从经济贸易延伸到文化、传媒，甚至军事领域，形成一种全面、深层次且几乎难以逆转的对抗格局。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由于历史记忆与现实安全威胁，对俄罗斯保持着高度警惕，并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始终走在欧洲最前列。可以说，如今的欧洲战场早已不仅限于炮火硝烟的前线，信息、舆论与认知的较量正在成为另一条无声却同样激烈的战线。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